小姨，你这钱不对吧？这些装修材料哪要这么贵？你是不是吃回扣了？楚楚，这都是用的环保材料，你小姨一直只收大家成本价，之前有别的公司报价比这贵了整整1倍呢。什么成本价？舅舅你别被骗了，这个价他可得赚不少。我就是学建筑的，我老师那边有渠道，进口的环保材料全包只要8万，他这点破材料还敢报30万，上面好几款材料不是前几年就被明令禁止了吗？8万，连零头都不到。楚楚，材料真是进口的吗？当然，我老师也是成本价，这么多绰绰有余。小妹，这些都是真的，你真在中间吃我们回扣？我早就知道，舅舅你就别问了，他都敢请托来骗你们，肯定不会承认的。明知道你小侄子还生着病，医院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，我还真信你能帮我们省钱，结果你一直拿我们当冤大头。怎么心肝这么黑，良心都被狗吃了？真不要脸！我们家怎么出了个这样的东西？这样，舅舅，您这套让我来，8万块全包，材料全是进口的，比他的只好不差。大家以后也可以找我，都一个价，就当我积累工作经验。我不像有些人，为了钱连自家人也不放过。不然让楚楚试试，人家有良心也专业。行，那就麻烦楚楚了。给我大哥准备的那批材料，先暂停生产。等等，你赚大家那么多钱，之前不知情就算了，现在我们都知道了，你之前多收的钱总该退回来吧？就按8万来算，你给大家一人退22万，我们就不计较了。你少说也赚了大家几百万，这事儿要是让外人知道，你公司都得黄。小姨，做人得讲良心，你这2年又买车又换房的，不就是从自家人身上赚的吗？说不定你那2辆车都是用我们的回扣钱买的。没错，把钱退我们，不然我们把事闹大，谁也别好过。这是采购订单和发票，每一张的日期、金额、供应商都清清楚楚，钱多钱少，明眼人都看得明白。小姨，你是老板，这些单子想开多少开多少，谁能查你？你们的钱我不会退，谁要是觉得我赚了你们的，大可以去报警。嘿，你自己不地道还甩起脸来了，这钱不退，这事儿我们跟你没完。好大的理！不好意思，供应商是公司长期合作的，签了保密协议，不方便对外共享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有些人啊，就是小心眼，一个破供应商不敢给就不给，还扯上什么保密协议。看来是自己心里也清楚，吃了回扣见不得光。肯定是被楚楚猜对了，不然一个小供应商有什么不能说的？给家里人帮个忙，还在这里端架子。算了算了，人家可是大老板，赚钱赚到手软。看不上我们也正常，说不定背地里还骂我们是一群事多的穷亲戚呢。我就是想着大家都用习惯了这家，不过小姨不愿意，那就算了，我去找我老师帮忙。我老师可是建筑学博士，行业太懂，手上有数不清的资源。那是，你老师肯定厉害，到时候找个更好的让你小姨开开眼，让她看看她那些垃圾材料有多拿不出手。我接下来有工作，麻烦2位出去。老板，你看这个要不要接？是个急单，能赚不少呢。当然接，怎么这么急？这个客户也是惨，之前的施工队出大问题了，不按图纸来，乱改设计，还说女主人不懂行，背地里把客户从意大利订的瓷砖偷偷拖去卖了。房子原本全用的环保材料，被工人换成胶水板，甲醛超了不知道多少，隔半栋楼都能闻到味道。客户突然去查进度才发现，装修队见情况不就直接跑了。行，这个我来对接，请进。我听朋友说你们公司有最好的环保装修技术，你看我的房子还有救吗？有的，不过有部分需要拆除重装。那我要加急，最多不超过1个半月，可以加钱。这是定金，不够再加。明天可以动工。你们真是救我命了。不过你们助理之前不是说今年都排满了吗？我都准备实在不行加钱插队了。原本是有的，人家跑单了，有别人给报了8万的低价，把我们的客户抢走了。
个价，这他们也敢信？不要命了！是啊，不要命了。老板，你说林楚楚那8万的活，最后得交成什么样？用禁菌材料，甲醛超标，工期拖3个月，然后跑路。这您都能猜到？我见过太多了，他报价单上的材料，好几款前年就被国家明令禁止。那您大哥家？他们自己选的。小侄子还在生病，大哥家里本就不宽裕。当初我接这个活儿，就是想着帮他们把婚房做到最好，不让他们操心。现在倒好，今天下午全去现场制定施工方案，明天我要看到成品。是。装修前甲醛报表，现在全过了。过几天我办暖房派对，你一定要来。好的，一定的。哟，这不是小姨吗？大哥的婚房近期应该完工了。小妹这是想来补个礼，让大家原谅你。小妹，你要是早点服个软，我们也不至于闹成这样。这是送人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装什么呢？不是特意的，怎么会挑我们看房的时候来？不就是想看又不想承认？既然跟过来了，刚好来开开眼。8万块精装，比你那个30万的破装修强10倍。走走走，让他见识见识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坑自家人。行吧，正好见识一下8万全包的装修有多豪华。哦，你做了什么？这就是你说的8万块精装？舅舅你别急，这是复古风，现在最流行的。复古风？这破桌子是从垃圾堆捡来的吧？这也叫家具？这是古董家具，有收藏价值的。做旧工艺你们不懂，大牌设计师就爱这种。这也是古董？实木的，越老越值钱。这期花的还没我家孩子美术课作业厚，你管这叫复古？你不是说亲自监工吗？就监出个这环保漆，薄薄画一次，只要通风几天就好了。你们不懂装修，刚装完都是这样的。这林楚楚也太能骗了，可不是嘛，贪小便宜吃大亏。唉，早知道不换人就好了。证据总是要留的。舅舅，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，我也是被老师骗了。他跟我说这些都是进口材料，我也是受害者啊！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问清楚。你们等我一下。这小丫头骗子跑了！没人，跑没影了，报警吧！报！骗这么多钱，看他能跑到哪儿去！你好，我要报警。林楚楚跑路跑得挺快，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有人迟早找到他。和那套婚房里刺鼻发闷的甲醛味像是2个世界。不过是一场局，我自有分寸。哎呀，你来了！谢谢。路上有点堵，没来晚吧？你人来就行了，还带什么东西？暖房里图个吉利。来来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位装修公司老板。我这套房子能装成现在这样，真是多亏了他。要不是他，我前面那套差点就废了。您太客气了，都是应该做的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之前找的那家装修队吹得天花乱坠，什么设计师，什么高端环保材料，什么专业施工，这么严重？不是严重，是差点把人坑死。我们一家站屋里没一会儿就头晕，门一开，那味道直接往脸上扑。
那后来怎么处理的？后来就是他接手的，过来看了一圈，连夜给我出方案，材料全换，通风系统重做，能拆的拆，能改的改。装修真不好找，开口都说自己环保，最后住进去还是呛得慌。你们这套房子，我刚进门就觉得舒服，没有那种新装修的冲味儿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他做事特别实在，说什么材料就什么材料，说什么标准就什么标准，不拿花里胡哨的东西糊弄人。现在装修市场确实鱼龙混杂，我们做的一直是把材料、工艺和流程尽量做透明，客户住进去安心最重要。这套也是你们公司做的？对，全案，从拆改、基础工程到材料、柜体、供系统、通风系统，都是我们这边统筹。那你们主要做家装还是工装？都做，家装更看重居住体验，工装更看重效率、动线和落地标准。陈总，正好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陈女士，她那边正好有个项目，也在找合适的装修公司。刚才我听了一会儿，你们公司做商业空间？做，商场、写字楼这一类也接。我们公司本身就是做商业空间起家的，商场、办公、展场都做过。我们有一个项目是商场里的一层空间，面积不小，要做整体装修。之前接触过几家公司，不是方案空，还是落地能力不够。商业空间最怕两件事，一是效果图好看，实际落不了地；二是价格压得低，最后工艺和材料全偷掉。我们的强项是方案预算和落地能对应得上。商场项目我们会先看品牌定位、客流动路、使用需求，再做空间方案。没错，这点非常关键。方便的话，回头把你们公司的案例、资质还有做商业空间的资料发我一份。可以，您加我微信，我回去就整理发您。这几天我比较忙，先看资料，合适的话再约时间去你们公司细谈。好的，陈总，我稍后把资料发给您。我那边有套房子，过段时间也准备装，能不能麻烦你看看？我们办公室年底想翻新，预算一直没定下来，你们接这种吗？当然接，您可以先把公司的需求和大致方向告诉我，我这边会安排专业的团队给您出几套方案供您参考。你们是不是什么都能包的全案公司？我们能做的一定负责到位，如果不合适，我们也会直接说明。今天我是真的想当着大家的面谢谢你，你帮我的不只是把房子装好，之前那套房子出事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慌了，要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都过去了，现在房子住得舒服就好。路上慢点，到家给我发个消息。好的，你也早点休息。今天的收获比预期的要多。通知设计部、工程部、商务部负责人，10点会议室开会，都到。好，我现在通知。先往后排，10点的会优先。好。第一步是找到真正的需求。是有新项目了？一个大项目。那是大单啊，所以才要快。昨天接触到一个商场项目，一整层空间，面积过1000平。客户这几天会先看我们公司的案例、资质和方案能力。客户偏什么类型？品牌调性、预算区间有说吗？目前还没有，但我们可以先拿出我们的核心优势，针对性的准备方案。设计部先梳理一套适合商业空间展示的方案逻辑，重点不是堆效果图，是让客户一眼看到专业度、空间理解力还有落地能力。明白。工程师把常用的商业空间工艺标准、节点流程、材料应用场景整理一遍，尤其是预算控制和后期维护这块要细。好，我马上安排人整理。商务部准备公司资质、案例、施工流程、过往项目成果。案例不要贪多，挑最能打的，实景图、落地图、交付效果全部整理清楚。时间不会多，客户要资料不会给我们慢慢磨。明白。最迟什么时候要？2天出第一版。2天的话，量不小。能不能做？能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那就做。先定结构，再做表达。
客户要的是能落地的东西，不是花架子。明白。我们先把最适合商业空间的几个项目筛出来。我打算把商场项目常见节点分3块整理，基础展示、机电配合，再单独补维护成本和施工周期。注意表达要通俗，别堆砌专业术语。这里我准备先挑3个，一个商场品牌店，一个办公空间，一个综合商业区局部改造，风格和落地效果都比较稳。行，不要只放效果图，实景照片一定要多，最好有前后对比和现场施工照。没错，现在客户都精得很，光看渲染图根本打动不了他们。还有公司介绍那部分删掉虚词，别写行业领先、品质标杆，没意义，让客户一页页看下来，知道我们到底做过什么，能做到什么就够了。明白。这页太空，客户看不到重点。好的，我马上把动线和功能拆解往前放，把品牌识别那块也放进去，不是为了炫设计，是让客户知道我们不只会画图。这个预算表达太硬了，换种写法，别让人一眼看过去只有数字，要看得到逻辑。曾经群里那些质疑我站队骗子的人，现在一个个说的比谁都义愤提风，像之前那些话不是他们说的。老板，设计一版出来了，您要不要看一下？好。老板，派出所那边来了电话，说跟之前那个装修骗子的案子有关，想请你过去一趟，配合了解情况。什么时候？今天，尽快过去。把最终版再核一遍。设计、工程、商务那边按我昨晚说的，收尾细节都补完。我出去一趟，回来再看。和酒店暖房宴那晚的灯火欢笑不同，这里一切都冷、直、硬。你是小谢，跟我来吧。是。叫你过来，主要是因为你之前和他有过正面接触，案子里也涉及到你亲属家的装修情况。您说，他之前对外欢称的学历、留学背景、设计师身份都是假的，学校那边已经核实过了，没有毕业证，所谓留学经历也不存在。他所谓的团队也不是正规装修团队，基本上是临时拼凑的人手，设计图大多是抄改套模板，部分甚至直接拿现成图拼的。至于那些进口材料、高端环保材料，我们也查了，基本没有他说的资质和来源。有些所谓进口涂料其实是市场上很便宜的工业漆，不适合住宅使用。还有家具，你亲属家那套房子里用的不少是从旧货市场低价收来的，损坏、翻新、重新上色后就被当成定制款、高端旧式家具报价。他不是一个人干这个，背后还有几个同伙，有人负责假扮材料供应商，有人冒充设计助理和施工负责人，目前还在继续抓。知道了。目前大致情况就是这样。好，后续如果还需要你配合，我们会再联系你。小谢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也是被人带着做的，不是全都是我的主意。你帮我说2句好不好？就跟他们说我没有那么严重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真的不敢了。你找错人了，该说的警方会查清，你骗过谁，坑过谁，不是我一句话能抹掉的。老板，按你说的，方案、案例、资质和施工流程都重新排过了，商务那边实景图和现场照片也都补齐了。这页字还是多，把最关键的3行提上来，别让人看半天还找不到重点。好，我现在改。再过一遍。第一页先讲项目理解，我们没有直接堆风格，而是先拆客户最在意的品牌展示、客流动路和使用效率。预算部分把基础施工展示结构、机电配合材料应用全部拆开了，后面还补了施工周期和维护成本。案例优化我已经过了一遍，删掉了空破的介绍，只保留了实景图和交付结果。可以发出去之前把格式统一，并名重新整理一遍，别在这种小地方丢分。好。该做的都做完了，接下来只能等。资料已经发过去了，该做的都做了，先把手上的活接着往下做。开公司几年，帮家里人装修，我一直只有基础。你好，陈女士。资料我们这边看过了。好，您说。你们的方案和整体准备比我预期要完整，尤其是落地和预算这块做得比较实。我们这边讨论过了，这个项目先定你们公司，后面具体合同和时间安排我让人再跟你对接。行，那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您的信任，后面的工作我们会全力配合。商场项目中标了。
真中了！没白熬这几个大夜。我就说这把能打。老板，真的太好了！今天晚上不加班，手上的事儿收一收，庆祝一下。订个蛋糕，再订点下午茶和晚饭。今天公司报销。好，我现在就订。行，那就切。这一单不只是一个项目，对公司来说是往前迈的一大步，对我来说也是。这就是你找的人装出来的房子。你现在怪我有什么用？当初你不也没拦着吗？我没拦着，当时小谢给了报价，你自己怎么说的？你说他吃回扣，说他拿我们当冤大头。那谁知道他真的是成本价？你不知道你就非得信那个骗子。我不也是想把房子装好吗？我怎么知道会被骗成这样？想装好？你是想省钱，还想装的比谁都体面。现在好了，钱花了，房子毁了，人也跑了，你满意了？行，你都怪我，那你自己住这儿吧，我走。原来是我错怪你了。喂，小谢，那个你忙吗？有事你说。之前的事儿是哥不对，当时是我糊涂了，也没弄清楚，就跟着别人一起说你。你那会儿给我们的报价，我后来找人问了，人家说那就是成本价，1分钱都没多挣。这句话我以前解释过很多遍，没人信。现在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反倒有种说不出的荒唐。房子，如果你还愿意的话，能不能再帮哥看一眼房子？重装也行，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，哥不还价。现在知道错了。知道了。之前我说材料、工艺、人工都是按成本给你们算的，你信了吗？没信。我说那个人不靠谱，你信了吗？也没信。我不是没解释过。我知道，是我混账。不是不委屈，只是委屈在所有人指着我说吃回扣的时候，就已经受够。我知道你气，我也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可这次，哥是真的没办法了。那房子现在根本住不了，强调粉、家具发霉，味道重的人一进去都头晕。你嫂子前2天跟我大吵一架，已经回娘家了。我也不是想让你白帮忙，你按正常报价来，多少钱都行，只要你愿意接，哥这次一句话都不多说。现在说这些，晚了。我知道，这套房子如果重新做，不是补一补那么简单。之前那些不合格的材料、涂料、家具，基本都得拆，都得换。重做就得按正常流程来，先看现场，再出方案，再报价，接了就按合同走。行，按合同走，怎么都行。心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痛快，更多的是一种迟来的疲惫。我最近很忙。我知道，你有空的时候再说，不急不急。还有，之前在群里、在家里，别人说你的那些话，我没拦着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这些年你帮家里、帮亲戚出了多少力，大家心里不是不知道，是我们把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了。不是原谅了，只是这句话总算像是大哥说的话。我这边先忙完，之后再说。好，你先忙，什么时候方便你给哥个话就行。不是没想法，只是和那些烂掉的人和事比起来，我更愿意把时间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。老板，商场项目那边发了新的材料要求，您要不要现在看一下？进来。客户那边刚发的，说有几个区域的材料等级和展示细节，想再确认一下。把工程部和设计部负责人叫过来，5分钟后小会议室碰一下。好。这个区域材料等级提高了，预算和落地方式都得跟着调。设计部看展示效果，工程区同步核算。如果材料切换，局部节点也得一起改。我把对应工艺重算一遍，晚点给新表。今天之内给我。好。老板，刚才是家里的电话吗？是为了那套婚房。除了这个，还能有别的吗？他没有答应，也没有彻底拒绝，这样的态度反而更让人坐立不安。以前嫂子说报价贵，我跟着觉得贵；亲戚说小谢赚家里人的钱，我也没替他分辨。群里那些话冒出来的时候，我只是默认了，真是混账。不是不想开口，事到这一步，自己也知道，根本没那个脸。商场那边确定了第一次正式碰面时间，明天下午2点。商务那边已经在整理会议资料。行，重点还是那几个区域，把材料替换后的影响和解决方式讲清楚。明白，我今天把汇报板重新顺一遍。
这页汇报图放大一点，客户看重点不是看排版。材料对照表和预算页放在一起，别拆开。会议版要比发邮件版更简洁，别让客户听到后面疲劳。老板，家族群里又有人提你了。说什么？说以前误会你了，还有人说你要是肯再帮你哥一次，也算一家人不记仇。一家人这4个字，他们说的倒是轻松。一句话就想把所有责任推给别人，当初那些怀疑和刻薄，说的自己跟没参与过一样。不用看了。明天的会，现场确认人员那边已经到位，材料样品也备好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哥发了条短信过来，说随时恭候，让你得空再告诉他去婚房看现场的时间。知道了。明天不是比稿，是对接，重点别跑偏。客户现在已经选了我们，最想确认的是我们说的这些到底能不能落地。那我把设计表达收一收，重点往落地和功能上靠。对。你明天主要负责接预算、材料和工期，回答别绕，直接给结论。明白。流程和配合机制你来讲，尤其是节点反馈、施工管理和交付标准，别漏。好，这里太空，客户会听飘，这句话没用，删掉。别讲我们一直以来，直接讲这次怎么做。可以了，明天按这个节奏来，有问题当场接，别互相递眼神。明白。这一仗只许成功。还有10分钟，进去以后按昨天的顺序，不抢话，不乱补。好，来得挺准时，进去聊吧。应该的，请进。那今天你们先讲讲，尤其是我上次提的那几个重点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开始。我们这次没有先从风格讲起，而是先从项目的使用逻辑出发。这个区域我们保留了视觉识别最强的位置，但没有让它占掉主要动线，因为对商场项目来说，第一眼吸引和后续停留效率要同时兼顾。如果现场柱体尺寸和原图有偏差，这部分会不会受影响？会有影响，但不会影响整体逻辑。我们方案在前期预留了可调整范围，后面现场复尺后会把卧差消化在结构和展示节点里。这次几个重点区域，我们按照实际使用频率和维护需求，分了不同等级的材料配置。不是所有地方都堆最贵的，而是把预算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。这部分详细说说。我们按阶段，如果只考虑初期效果，都会项目损掉面返修。商业空间和住宅不一样，住宅装完可以慢慢养，商场空间一旦频繁返修，影响的是不节现场管理，都节点更高。设计材料预算问题自一性压给客户，而是分步骤确认，减少后期反复。如果现场出现计划外问题，比如商场物业要求临时调整，你们的反应速度能保证？商场项目变量多，所以我们不会等问题堆起来再处理，只要项目开始，我们这边会把设计商务拉成条线，现场一出问题，当天就会有人接。讲得很清楚，剩下几个细节我们待会儿单独过一下。目前这就是我们针对现阶段信息做的整体思路，后续如果现场条件确认后还有调整，我们会在不偏离主逻辑的前提下优化。你们这套东西比我想的更扎实，谢谢。之前我们接触的几家公司，讲方案都讲得挺热闹，一问落地和后期维护就开始绕。你们这个团队，至少现在看是能对得上。做商业项目，前面说的再漂亮，最后也得落到现场。我们更愿意把话说实一点。那就按今天谈的方向往下走，后面现场复尺、详细节点、合同流程，我这边会让人继续跟你们对接。好，我们这边会同步准备下一阶段资料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刚才他问维护成本那儿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又要往死里抠细节了。他不抠才奇怪，商场项目就该问这些。不过整体看应该是稳了，不是应该稳了，是已经开始了。别现在就松，后面复尺、节点、合同、预算，哪一个掉链子都不行。明白。老板，今天你那几句接的真准，尤其说现场误差和商场返销成本那块，对方脸色一下就不一样了。因为那就是他们真正关心的。是，
客户不缺好看的图，缺的是有人能把后面的事儿讲明白。今晚是不是能稍微早点下班了？你要是明天的跟进清单已经整理好了，现在就可以下。那还是回去继续整理吧。先回公司，今天会议纪要、问题清单下一步安排，下午全部落下来。我回去先把今天提到的节点再细化一遍。我把复齿前要确认的项目列出来。合同流程和对接名单我今天就发你。行。半小时后小会，今天会议反馈全部过一遍，谁负责什么当场定。好，我现在通知。今天会开得顺，不代表后面就省事，反而越是前面印象好，后面越不能出错。设计部今天把客户明显关注的几个区域单拎出来，做成单独页，后面沟通别每次都翻全案。好，我今晚就带人拆。工程部把复齿前所有需要商场物业确认的点列清楚，不要到现场才发现条件不全。明白，我按区域整理。商务部会议纪要今天下班前发，合同流程、联系人、时间节点全部同时。没问题。老板，客户今天提到维护逻辑那块，要不要单独补一份说明？要。你和商务一起做，别写成技术说明书，要让非专业的人也能看明白。好，我们现在拿到的不只是一个项目，是后面继续往商业空间里走的口碑。第一单做的怎么样，比单子本身还重要。就这些，各自回去开工，有问题随时来找我。路已经往前铺开了，剩下的就是一步一步走稳。收到。老板，昨天的会议纪要客户那边已经确认收到，暂时没提新增问题。设计部熬夜改的重点页也都发你邮箱了。复齿时间定了吗？还在等对方那边和商场物业卡时间，不过应该就这2天。盯紧点，时间一出来，工程和设计一起上。好。这2页再调一下，一处图度不够清楚，一处重点顺序不对，改完给我最终版。老板，你昨晚说的重点页我又顺了一遍，想跟你确认一下呈现顺序。复齿前的确认清单我也带来了。重点区域这3页可以放前面，但这里别把设计意图讲太满，先让客户看到结果，再补背后的逻辑。附属清单这边把设计物业审批和现场条件的不确定项再标红，到时候谁负责问谁负责记也提前定好，别等到现场再商量，现场一乱谁都容易漏。好，我回去再拆一版执行表。老板，商场那边时间定了，明天上午9点现场复齿，物业和项目方都在。通知设计总监和工程负责人，下午把复齿资料、工具、问题清单全部准备好。明天我一起去，让商务那边同步准备一版现场沟通记录模板，别到了现场手忙脚乱。明白。明天到现场，先确认原始条件，再核关键尺寸，不要一进去就各干各的，顺序别乱。我先带着人看基础条件和结构点，我盯展示区和动线问题。记录一定同步，现场看到的任何变量都别靠脑子记。我把所有记录表再多打1份备用。好，这3个区域客户最关注，明天先确认这几处尺寸和现场条件，回来之后所有深化都要围着他们转。这单拿下是开始，不是结束，别在最该稳的时候飘。明白。不是没想起，只是已经不会再让他把整个人拖进去。明天还有事，先把眼前这一步走好。来得挺早，现场第一次看，早点到更好。这里和原图有偏差，确实差了10几公分。记上，后面结构外包和展示尺度都得跟着调。这个位置我还是比较看重，后面不要因为现场问题把效果打折太多。你们准备怎么调？先把今天的数据拿回去，重新卡一下比例，逻辑不变，但会让它更适应现场。
这边再测一次。这个设备口位置单独拍照，出入口净宽计准，后面动线全靠这个。重点问题先说。柱体和原图偏差1处，顶面设备影响2处，展示区净深比预想少一点。另外有一个出入口的视线条件没原来好，但主逻辑没断，只是局部要重新卡比例。能消化。回去以后先调重点区域。问题大吗？不算大，都是现场常见变量，原方案主方向不动，局部优化一下就行。时间上会拖吗？不会，今天回去就改，下一轮给你新版本。行，你们推进吧。回公司。展示区那块儿别只盯平面，回去先把立面关系拉出来，不然现场那点挤压感消不掉。工程这边把受设备影响的位置也单拉一眼，后面别让客户来回找。好。问题不是大问题，但如果处理不好，最终效果就会打折。我们现在做的是把影响消化掉，而不是让客户来适应现场缺陷。我先做2个版本，一个保守调整，一个更强调视觉完整性。可以，但别为了完整性牺牲动线。这2个位置，如果强行照原方案做，后期施工会很别扭，而且维护也麻烦。那就不要强行，客户要的是最终结果，不是对原图死守。只要核心目标不变，该调就调。今天下班前，先把复齿问题清单和修改方向整理出来，发客户一版简要说明，让他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，准备怎么处理。好，我来整合。用词别重，别让人觉得问题很多，重点是专业可控。明白，开工吧。这块比例再压一点。设备影响说明别写得太硬，讲清结果。客户版别放多现场原图，挑关键的。好。思路清晰，没有废话。跟客户沟通，不是把自己多辛苦说出来，而是让对方知道问题你看到了，而且你有办法处理。又是这样，每次都这样。比起之前的急切，这一次他像是真的知道了分寸，也知道自己没资格再逼我表态。可以发了。外面的灯、键盘声、来回确认的底语，是我现在更熟悉也更相信的世界。迟来的道歉不是没听见，只是已经不够重要了。老板，昨晚发给客户的复齿说明，对方已经看过了。陈女士那边回复说，先按我们建议的方向调，等新版本出来再看。设计部呢？你醒了？已经在改重点区了。工程那边把设备影响和结构限制拆成了独立页，商务也在准备下一轮沟通提纲。行，让他们10分钟后进会议室。好。这里我们把原来过于满的部分往里收了一点，让现场压迫感弱下来。展示核心保留，但不再硬撑尺寸。另外，这个位置因为实际净深不足，我们把层次关系改了，不再单纯靠体量顶效果。第一版稳，但有点太保守。第二版视觉完整性好一点，可这里还是嫌挤。不是不能强调效果，是别用堆的方式强调。现场本来就比图上挤，你越堆越容易把问题放大。那我把这里再收一层，让主次再清楚点。
对，把最该保的保住，别试图什么都留。如果设计这边收掉一层，施工上也会顺很多，后期维护更省事。那就往这个方向合。客户沟通的时候，别讲得像我们在退让，重点讲适应现场后的优化，不是因为现场有问题，所以我们被迫改。明白，语气我会收好。重点页先出，不要全都改完了再合。客户版先讲结果，再讲原因。内部说明可以细，但发出去的版本别啰嗦。这里我们把原来占比告重的体量拆开了，视觉中心还在，但不会和现场条件硬撞。这样一来，施工难度和后期维护压力也会下降，现场配合会顺很多。这版可以。重点区域先按这版出对客文件，细节页保留内部版，客户不需要知道我们中间拐了多少道弯。那我把说明口径也按这个收一版。还是那句话，讲可控，讲优化，不讲问题很多。我待会儿把材料包整理好。这2天来回改，终于像样了。像样是底线，不是终点。这里别写受现场限制，改成根据现场条件优化，还有这一句删掉不得不。好，发吧。2天，从复制现场到这份发出去的文件，中间每一步都没有绕路。老板，客户那边回复了，说今晚先内部看，明天再给反馈。知道了。这个时间节点再留点余量，别排太满。好，我往后顺半天。老板，如果客户明天接受这版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正式往下一阶段推了？可以，但别觉得接受了就万事大吉。往后每一步都比前一步更具体，也更容易出错。现在只是从说得清走到做得出，难度只会更高。明白。说这些已经没意义了。老板，陈女士那边反馈来了，说重点区域这版，她说比之前更合适现场，几个调整点都接受，后面可以按这个方向深化。行，通知大家按新版本往下推。好。客户接受了，接下来就不是验证思路了，是把东西真正做细做实。那我这边今天开始拉画，向明排除现象。需要给你送线上，我同步把受现场影响的那几处做成施工注意点。合同和后续节点我再和对方确认一遍。好，照这个节奏走。记住，这一版过了，不是因为运气，是因为我们前面每一步都没糊弄，所以后面更不能糊弄。这种感觉其实很好，不是那种大起大落后的激动，而是一种更扎实的确认，走的这条路是对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工作都往落地方向收，别再用讲方案的思路做事，要用做结果的思路。设计深化不是把图画复杂，是把现场会出的问题提前消化。工程也一样，别等施工开始了才想起有条件没确认。明白，我这边会把所有前置条件再过一遍。设计部这2天先把重点区域节点做出来，客户最关心的先落。好。工程部同步看实现方式，哪里会打架提前说。当务把接下来2周的对接节点排出来，谁跟谁说什么，说到什么程度都别含糊。收到。助理跟着我把客户反馈偏好整理成固定文档，以后所有对外输出都按这个口径收。好。还是那句话，这单不只是项目，也是招牌。做漂亮是给客户看，做扎实是给以后看。
这个节点图别只画形式，把收口也标出来。这里的材料别先写型号，先把性能逻辑理顺。客户偏好别只靠嘴传，整理成文档发全组。这一次心里甚至没有太多变动，他愿意自己面对是他的事，不接也不是报复，只是边境。老板，重点节点第一版出来了，你看一下。这处收口还不够干净，现场做出来容易显得笨。我再收。这个节点逻辑对，但太依赖施工配合。工程，你看呢？确实，现场容错太小，可以换一种更稳的做法。那就换。宁可图上漂一点，也别让现场出幺蛾子。整体方向对，今天先改这些，明早给我更新版。好，我回去把施工可行备注加上。进。陈总，来看看你们深化的怎么样了？这块你们是怎么考虑后期维护的？高频区域我们用了更耐久的处理方式，后期如果出现局部损耗，也能单独更换，不会整片返工。我们尽量把使用成本摊到前面考虑，不把后续麻烦留给运营期。这一版比我预期里成熟的快，因为前面该踩的点我们已经尽量先踩完了。看得出来，你们不是只会做提案。可以，按这个方向继续推进。后面材料确认和合同细化，我这边会让人对接。好。说实话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以为你年纪轻，可能更偏执行冲劲，未必压得住全局。现在看，是我先入为主了。项目会说话。确实。这句评价不夸张，也不热闹，但比很多场面上的客套都更有分量。